好，那么新的一年对吧？然后大家就都这个要有新的目标，然后你们现在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自己提升啊，其实就是能力上的提升。你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资源的问题，就你前期的所有形象上面的提升，包括你的展示面，包括你去玩探探，你去搭讪，你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去解决资源的问题。你解决了资源的问题之后，第二件事情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筛选。我不知道你们在去和女孩子聊天的时候，初期有没有去筛选啊？初期的筛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年底这段时间你有可能有去认识新的异性，对吧？可能家里人有给你介绍，或者你们自己去相亲等等等等，对吧？那你加到好友之后，你第一件事情要让这个女生知道你对她是感兴趣的，然后你是想要去撩她的，你让女人知道你在撩她。怎么个筛选法？其实说白了，一上来就要让女人知道我们要做什么，这就叫筛选。你们要去让女生知道我们的目的，而不是说以朋友的身份去接近他们，知道吗？因为本身感情这个东西是你情我愿的啊，我越到后面越发现这个筛选重要性太重要了。你们上来就直接告诉女生，哎，很欣赏你啊，你是我喜欢的类型，去表达喜欢啊。有没有人理解什么是表达喜欢？你们知道表达喜欢的意思是什么吗？表达喜欢和表白是有区别的啊，大家记住。表达喜欢仅仅只是表达你的态度，表达你的意图，表达你想干什么，是吧？你喜欢他，你欣赏他。但是呢，表白不一样，表白是寻求结果的。表白是说我要跟你在一起，这是表白。表白是你做我女朋友吧，啊，它是寻求结果的。所以你们前期的时候去筛选女生，就是直接告诉女生我在撩你，我要撩你，是吧？然后看女生的反应，女生愿不愿意跟你聊天。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初期根本就不需要多余的聊天，你们前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聊天上面，因为对于前期第一次见面啊，因为现在咱们都是网络上面嘛，对吧？你在网络上探探上面，在附近的人去加到一个女生的微信，你跟女生是没有见过面的，女生是没有见过面的。这么说的话，那女的会不会有防备？其实防备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防备这个东西其实是防你是真心的还是玩玩的，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要防备？我们防备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是玩玩的，我害怕受伤，我才要防备，对不对？那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告诉女生，哎，我觉得你很不错，我挺欣赏你的，我觉得你啊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很好看，对吧？啊，我希望这个有时间我们可以出来认识一下，喝点东西聊聊天。你初期约女生的时候，你的目的单纯一点，女生不会有任何防备。如果你约女生出去，你不去告诉女生，哎，我们要去干嘛，对吧？然后你一上来就去跟她暧昧的话，其实反而这样会让女生有防备。所以我们的顺序啊，是要先去和女生见一面，因为对于女生而言，见了面之后，我跟你的关系才是实质上认识。我跟你没有见过面，那其实你在我的脑子里面是模糊的，你只是我一个网友而已，我连你是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然后你要去跟我暧昧的话，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连你这个人我都没有见过，我仅仅只是看到你几张照片而已，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前期筛选就是你们上来去告诉女生，对吧？去表达喜欢，去告诉女生你很欣赏她，告诉她你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前期不用闲聊，千万不要闲聊，你知道吗？卡吗？卡不卡？不卡吧？应该不卡。就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在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的表达的东西就是前期跟女生见面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表达喜欢，然后邀约邀约，你做一下最基本的信息交换就行了，然后去模糊邀约。因为对于女生而言，她不讨厌你，她就愿意出来见面。但是你要让女人知道我们见面是干嘛，我们见面认识一下。第一次约妹子看电影，进挪总是被拒，
速度啊太快了一点啊，因为你们的圈子跟我们的圈子不太一样。说句实话，咱们这个圈子还是有区别的。我们接触的女孩子开放度肯定要比你们要开放一些，而且我们现场的这种带领性，现场的这种让女生可以接受我们暧昧进挪的这种能力比你们要强一些。所以对于你们而言，你们把这个进度放慢，不要太快，不要想着一次搞定，不要想着一次约会怎么样。对于你们而言的话，第一次约会仅仅只是说去出来跟女生认识一下，让女生对你这个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印象。哎，你这个人是谁，对吧？长什么样子，跟你说话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对吧？ AB 女我们 AB 女的话是直接是约酒吧的，知道吗？我们约 AB 女是晚上约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看电影不看电影，我们不会约 AB 女去看电影，知道吗？ AB 女也不会去和你看电影。第一次不下手，第二次就不出来了。你第一次这个是跟你第一次跟第二次是没有关系的。我跟你说啊，兄弟，第一次你不下手，你第二次这个第二次出不出来跟你下手不下手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明白吗？首先我告诉你，第一次对于女生而言，我出来跟你见面，我抱着的目的是什么？我观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吧？然后跟你在一起这个聊天的感觉，然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假设我是一个正常女孩，我找男朋友的，对吧？然后我们聊天，你说哎出来见一面，出来看个电影 OK 啊，我出来就是说认识一下你而已。然后这个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是吧？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老实，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很轻浮，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对每个女人都是这样子的啊，可能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了。所以对于你们而言啊，你们要真的想去玩的话，那其实场合还有这圈子是有区别的。你出来玩的话 ，AB 女的话是肯定是去酒吧的啊 ，AB 女是肯定去酒吧的。录播已经开了，就是你跟女生第一次见面，让女生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在现场的时候再去赞美一下对方，夸奖一下对方。有很多兄弟可能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说话题不多嘛，我们说有些兄弟很内向，对吧？你可能在现场就是让你去聊1个小时，你可能确实不知道聊什么。这里有个小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你在面对你喜欢的人嘛，对吧？你假设你不知道要聊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你这么好看，对吧？看着你，我都突然之间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哎，你太好看了，对吧？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去赞美他，你就去夸奖他。哎，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是不是？然后再去想话题，对吧？或者说你也可以真诚一点，你说，哎，看到你这个这么好看，我一下子就本来想了很多很多话的，但一看到你之后，突然之间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你说你的魅力多大，是吧？你说这些话也没有关系。你第一次的约会仅仅只是为了敲定下一次约会，知道吗？敲定下一次约会，而且第一次是一个筛选。你要知道，第一次你和女生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她要顶过你在微信上面聊天聊半个小时，不聊几天。你在现场约会聊半个小时，顶你在微信上面聊好几天。因为我们在微信上聊天，其实说白了是脑子和脑子的聊天，你看不到他的人，他也看不到你这个人，是吧？你们的聊天是理性的聊天。那现场面对面不一样，现场面对面我们有眼神和眼神的交流，是吧？我这么说过，妹子说啊，没关系，随便聊。是啊，随便聊啊，对啊，那你就随便聊嘛，随便聊就好了，是吧？然后去敲定下一次约会。为什么说第一次约会是一个筛选呢？第一次女生跟你见面，然后回去之后，如果她还要回你消息，还愿意跟你聊，基本上下次约会没有任何问题。但假设第一次跟你见完面之后，对吧？回去之后发现发消息不回了，发消息这个回复变差了，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问题，就你现场给女生的感觉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你网络上给她的感觉好，知道吗？以前不知道吸引跪舔过女生该如何，那就不要再去纠缠以前的女生了，你知道吗？我们有些时候啊，
你跪舔女生呢，说白了是无条件付出嘛，你没有去考虑说这个女生喜不喜欢你的问题。你喜欢女生，你想得到她，你想拥有她，是吧？然后呢，女孩子跟你聊天，愿意回复你，你可能就理解为哦，女孩子愿意跟我聊天，她是喜欢我。我们很多人的逻辑都是这样子的，女孩子跟我聊天，她回复我了，那她肯定是喜欢我，对不对？我都把她约出来了，她肯定喜欢我，对不对？就你对她的喜欢，然后女生的一些行为，你把女生的一些行为曲解了，你幻想了，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期待不要太高，你们一开始你们的期望不要太高，你要确定有理性去判断这个女生到底对你喜不喜欢，到底对你的兴趣度有多少，是吧？你都没有跟女生见过面，你见了面之后，约完会之后，认识了之后，你回去之后，你看女生还愿不愿意跟你聊，是吧？你告诉女生我在撩你，你告诉女生你喜欢她，然后把她约出来认识了之后，聊了天之后回去她还愿意跟你聊，就是一个女生她知道你喜欢她，她还愿意跟你聊，那就说明什么？那说明她在接受你。而大多数人他没有去告诉女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在和女生互动的时候，你们没有给足可得性啊，这个叫可得性的问题，三角模型嘛，对吧？吸引、可得性、投入度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吸引、可得性、投入度啊。你看到女生长得好看，身材好，你被她吸引，是不是？那吸引也是相互的嘛。那女生也要觉得你的第一印象对她而言还不错，所以需要见面嘛，见了面之后才能够真实的看到你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只要女生不讨厌你，你都能约出来。你约会的目的，单纯的目的，出来认识一下，聊聊天，99%的女生都会出来。怎么试探女生喜欢我们？你约完会之后，你在约会之前，你告诉女生，对吧？这个你长得很好看，蛮喜欢你这样类型的女生的，是吧？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出来这个喝点东西，认识一下，星巴克坐坐，聊聊天，认识一下，对吧？蛮想认识你的，模糊邀约嘛。然后去了解女生什么时候休息，在休息的时候约她出来跟你见面嘛，见一面聊聊天，确认一下眼神，立马就知道了。女生现场的回应怎么样？女生现场跟你聊天积不积极，主不主动，她有没有问你问题，对吧？聊完之后回去，你再看女生还愿不愿意跟你聊，愿意跟你聊就说明什么？说明她给你聊，不愿意跟你聊，那说明她不给你聊，是不是？通常我们在表达完这个兴趣度之后，就是我们表达我们对女生的兴趣了之后啊，女生还愿意跟你见面，还愿意跟你聊天，见了面之后还愿意跟你聊，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女生她对你是有好感的。然后不愿意跟你聊的那种就是很直接的人。再说一遍那个三角形了的，吸引、可得性、投入度啊，我们需要有吸引力，就是说一个女孩吸引你了，你才会去，对吧？对她产生兴趣。那女孩也是一样，你吸引了女孩，女孩才会对你产生兴趣，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关于可得性这个问题，可得性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兴趣度和安全感啊，你们可以把它打出来，兴趣度和安全感。你在和女生聊天的时候，你前期不给她表达你的兴趣，你不告诉她，你喜欢她这样的类型的女生，那她怎么知道你想干嘛呀？她不知道你想干嘛呀，是不是？你告诉她你对她的兴趣之后，那这个时候她要做出反应，她接受你还是拒绝你，她对你的反应怎么样？是不是？你就像我们说你喜欢明星，对不对？明星给你可得性吗？明星有给你兴趣吗？没有，所以你不会做任何投入。那女生也是一样，你不给女生可得性，那么女生她也不会投入。聊着聊着又把关系聊远了，所以说不要闲聊嘛，兄弟。对于你们来说，你们不要去闲聊，知道吗？你们把聊天重点放到现场去，可不可以？还有就是你们聊天啊，没有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欲望，知道吧？大多数都是在闲聊尬聊。就你初期你还没有和女生见面之前，你不需要聊太多，你只需要问几个问题啊，你只表达喜欢，对吧？表达喜欢之后，你表达完喜欢之后问几个问题，他在哪里，离你多远？第二个问题是他什么时候休息？第三个问题是休息的时候喜欢去干嘛？就这三个问题就够了。然后在他休息的时候约他出来见一面，认识一下，喝点东西，
见完面之后再看反应。你和女生没有见面之前，你聊那么多，女生连你的人都没有见到，连你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你说她跟你聊，她有什么可以聊的？只有你们见了面，面对面的眼神确认过眼神了 OK， 她对你这个人已经有一个鲜明的印象了，说明你在她心中是有印象，她认识你了，这个时候你再去聊会更好聊一点。而且你后面的聊天其实也不需要去闲聊，你知道吗？你要真想聊天，你就直接告诉女生嘿，我想你了，刚刚起床就想你了，你在干嘛？对吧？你不要去找一些乱七八糟的话题去聊，你直接表达你的欲望，你就直接说刚刚醒来就想你了，是吧？然后你在干嘛呢？聊两句结束话题，该干嘛干嘛去。你要又想他了，你就在想他，你想好几次的话，你就说最近挺想你的，对吧？什么时候有空再出来再见面再约会就好了。你只要不断重复约会就行了。话术是方法论背后的东西，知道吗？话术是方法论背后的东西。你去表达喜欢，花式的表达喜欢，其实就是我所谓的暧昧，知道吗？我们说的暧昧是什么？暧昧不就是说男女朋友之间可以说的话吗？对吧？这就是暧昧。你们也有学过我的暧昧的方法。你们和女生聊天的时候，你有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欲望没有？正常人去找女孩子聊天都会说在干嘛，在干嘛是你去探索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但其实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你为什么想知道对方在干嘛？因为你想他了。那你能不能把你在干嘛改成我想你？能不能直接一点，是吧？你跟女孩子聊一大堆，不就是想去知道她喜不喜欢你？那你就直接约她呀，她愿意跟你出来，就已经很直白了。怕说了不理你，怕有用吗？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人会讨厌别人喜欢自己，知道吗？就你说你喜欢他，你不去索要结果，对女生而言她没有压力。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棒，就像说你好漂亮一样的，它就像是一个赞美，它就像是一个夸奖，你不会带给女生任何的压力，明白吗？知不知道？这是一种追求者的一种状态。一个喜欢的妹子刚失恋，跟她聊点什么啊？其实聊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白了，聊天呢有目的在里面。你的聊天的目的只有一个啊，要么就是去推进你们的关系，要么就是把女生约出来，就这两个目的，知道吗？你怎么去推进关系啊？你推进关系就是要去表达喜欢，你要去说一些暧昧的话，你要去说一些亲密的话，才能推进关系，是不是？但你在说这些话之前，你最好见一面。你没有见一面，其实女生对你这个人都没有一个印象，那么她接受你这些暧昧的话的可能性就很低。所以我们开始就不要聊太多，先见一面之后再去说一些暧昧的话，知道吗？土味情话都有看过吧？都有这个抖音上面都有看很多吧？这些土味情话都是在表达喜欢，所有的土味情话都是在花式的表达喜欢，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进关系，推进关系。那到了现场约会的时候嘛，就是身体上的接触啊，肢体的接触。我跟你距离很近，进入亲密距离，然后我牵你的手，我跟你有更多的这种身体上的触碰，会让我们彼此生理上产生这种愉悦感，你会觉得很舒服，你会觉得很兴奋，知道吧？和女朋友慢慢冷淡了，也不积极回复了，哪出问题了？是你不积极回复了，还是女生不积极回复了？女朋友一个星期约几次会？怎么区分自己是不是备胎是吧？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说备胎4个准则：不主动、不拒绝啊，然后呢这个不
后他也不拒绝你对他好，他不会去承诺你们的关系，对你的态度呢是不冷不热的，反正就是把你扔到一边，从来不会主动找你，这就是备胎。但凡是对你有兴趣的都会主动，知道吗？女生不积极回复了是吧？女生不积极回复了呢，说明她不太想跟你聊天了，因为确实聊天你知道聊天啊，尤其是和女朋友在一起聊天，其实话题到最后基本上就没有怎么聊的。你知道我去和女生到了亲密关系这个阶段，平时是不怎么聊天的。大家要记住啊，到了亲密关系里面，其实真正一天到晚很少聊的。聊的都是什么呢？聊的都是你对他的想念，你的欲望，就是这个亲爱的，一醒来就想你了，是吧？然后打个电话给他，对吧？这个刚刚忙完，你在干嘛呢？对吧？挺想你的啊，给你打个电话，聊几句挂了。不断的表达想念，不断的表达想念，知道吗？这个最近想见你了，最近想这个跟你出来玩，你什么时候有空啊？就是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都是在表达你的欲望，知道吗？而不是通过话题去跟他聊。你跟你女朋友已经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什么话题都聊过了，对吧？什么亲情、友情、爱情，什么这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话题没聊过，该聊的话题都聊完了。那你到后聊的是什么？聊的就是欲望，聊的是欲望，聊的是你的心情，聊的是你的感受，知道吗？把你内心想说的话说出来就可以了，其他话题废话不用去说，知道吗？这就是说进入恋爱关系以后的聊天。那我跟这些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就我想他了，我会直接给他打电话，这个想你了，你在干嘛？对吧？如果很想他，我就说这个什么时候有空出来约会，就这么简单。平时不怎么聊天的，不怎么聊天，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天天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聊的，知道吗？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聊的。你说一天到晚哪有那么多话题聊啊？是不是？以前一直以朋友相处，然后感觉他变化挺大的，突然觉得好喜欢那个妹子，该怎么推进关系？以前以朋友相处嘛，对吧？那你现在发现他变化挺大的，挺喜欢他的嘛，那你就告诉他嘛，你说我发现我最近挺喜欢你的，是不是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出来玩啊，就好了呀，对吧？很简单的一句话，是吧？你表达兴趣嘛，表达兴趣是你们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要去给女人去传达的东西，知道吗？就像是说一个女生，她给你表达兴趣啊，你的注意力会放在她的身上啊，是不是有事没事这个刺激女生的情绪啊？刺激情绪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啊，怎么理解呢？前期我们和女生约会的时候，在约会的时候去刺激她情绪。如果在普通聊天的时候呢，你在表达这种欲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想你了。比如说，去传达欲望这个东西，就是暧昧这个东西啊，你们好好理解一下暧昧，好好理解一下暧昧。女生问你在干嘛，你说在想你，是吧？这个女生问你吃了没有，你说没有你在我身边，我都吃不下饭，是吧？女人说你好坏，你说这个如果你在我面前，我会更坏。你去表达你欲望的时候，这些话都是在刺激女生。你在跟女生暧昧的时候，你的这种欲望，你的这种攻击性，其实本身就是刺激女生的情绪。如果你在现场约会的话，你再去跟女生去牵牵手、拥拥抱、亲亲嘴，那么女生她的情绪会更好，知道吗？不是说你跟女生去聊天，通过话题去跟女生聊得没完没了，没有意义，那些都是废话。我可是每天对女生暧昧，那你每天对女生暧昧，你要见面呢，是吧？我们说暧昧它是见面的一个铺垫呢，对吧？就像说我们说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是跟女生暧昧就像是意淫，就像是打嘴炮，对吧？做好铺垫，然后我们说见面之后要干嘛，然后迫不及待的想去见面。见面之后嘛，那就把你之前说的东西全部做了。网络上推进关系暧昧就是去把你现场约会要做的事情先说出来，对吧？然后现场见面之后约会去把你之前说的把它实现，这就是聊天跟约会的关系。不敢表达出来，你有什么这个怎么办？怎么推进关系？不敢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怂。不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开始的期望太高了，
太怂，就是因为期望太高了。你不要怕，知道吗？你不敢，你们的关系也没有办法推进，只有你敢，你们的关系才有可能会推进。而至于女生会不会接受，取决于你对她而言有没有吸引力，有没有魅力。你说你不敢，假设你没有魅力，你再不敢又有什么用呢？你敢与不敢都没有用，是不是？但是你有魅力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你敢与不敢，反正这个都能够吸引女生。感觉气氛不到咋暧昧？气氛这个东西是你要先去表达你的意图，你要先去表达你对女生的兴趣了之后再去暧昧。就是说白了，你要告诉女生你喜欢她，然后你暧昧的才理所当然。能理解我说的话？喜欢就是硬道理，知道吗？喜欢就是硬道理。我喜欢你啊，我想你了，对吧？喜欢你，我想见你啊，喜欢你，我想牵你的手啊。但是我不直接索要结果，我并没有说你要做我女朋友，我并没有说我们要在一起。当你直接去跟女生索要结果的时候，你去表白的时候啊，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我们在一起吧。你索要结果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女生她不是要得到什么，她要考虑的是失去什么。对于女生而言，她有这么多追求者，她选择了你，意味着她要放弃其他所有。所以在女生没有喜欢上你之前，她是一定会拒绝跟你在一起的，所以你的表白一定会失败。但是我们去表达兴趣，我们表达喜欢，没有任何关系啊，是不是？框架怎么建立起来？这个守得住。框架这个东西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知道吗？我们跟女生去互动，我们要去考虑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你想她了，这是你的欲望，对不对？你想去跟她约会，这是你的欲望。你想牵她手，你想亲她，你想跟她亲密，这都是我们的欲望。我们需要去推进，直到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框架。当女生拒绝的时候，我们就问她，是吧？你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好、更亲密吗？对吧？你不希望我们，就很简单一句话，你不希望我们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吗？是不是？如果她说这个我不想，那你就问她，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一点好感都没有吗？是吧？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呗，那换一个妹子呗，是不是？已经进入男女朋友，我感觉他有点玩家特质，老是叫我买东西，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呵呵。这种现象很正常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现在的女孩子呢，大多数的女生，她们找男朋友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希望男朋友能够给自己提供价值的。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女生她没有那么多，就没有那么自私，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啊，有些女生她会自己去买，啊，她想要什么东西自己去买，她也不会主动来跟男生索取。那你愿意送我就送我，对吧？你不愿意送我，我自己买。她不会主动来跟你要。但有些女生吧，她脸皮比较厚，她比较自私，那她会直接跟你要，她说我要这个东西给我买，我要那个东西你给我买，她理所当然的就认为你男朋友就是应该给我买。这种女生她的价值观，她的价值取向啊，她是比较 AB 的，确实比较玩家。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考虑说你给她买的东西是不是啊，和跟她在一起的价值去做一个对比，值还是不值？不值的话那就分开，是不是？花钱肯定是要花钱的，不花钱是不可能的。谈女朋友你说怎么可能不花钱呢？是不是？你说你跟女生出去吃次饭200块钱，出去约次会200块钱，是不是？你把几次约会的钱省下来给她买个礼物，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个兄弟说怎么去把握聊和撩的这个度，是吧？聊的目的前期其实很少，聊其实就是话题，知道吗？聊就是话题，话题是什么？话题就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问我一个问题，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在哪个区？啊，你平时喜欢干嘛？你什么时候休息？
对吧？你谈过几个男朋友，怎么分手的啊？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这话题不都是问题吗？对吧？你觉得能够通过一个问题，通过一个话题去吸引女生吗？不存在的。所以前期跟女生有的聊啊，因为你对女生不了解，女生对你也不了解，前期肯定有话题可以聊，因为你有问题自然就有话题，你没有问题了自然就没有话题了。当你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是没话找话的时候了，就是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中午吃了没有？就是说这些废话。所以聊天前期就是问题啊，问题问完了就差不多了。后期撩是什么？撩就是表达兴趣，表达喜欢，就是表达你的欲望啊，我想你了，是吧？是不是？过来抱抱，你表达你所有心里想的。如果你现在在我旁边，我肯定把你抱住，是吧？啊，好想休息啊，休息跟你一起去约会，是不是？好久没有见到你，好想见你，是吧？啊，我想听听你的声音，是不是？我想抱抱你啊！你看到没有？这全都是我们的欲望，全都是我们内心想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敢去把你内心想的东西直接告诉女生？敢还是不敢？如果你连你想的东西都不敢告诉女生，那你有多怂啊？是不是？作为一个男人，你肯定敢于去表达自己，你不敢去表达自己，那你怎么行呢？所以咱们这个内部的兄弟啊，一定要胆子大一点，一定要男人一点。后期的撩其实就是表达兴趣，表达喜欢，表达欲望，把你们的欲望，把你心里想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去不断的去做预期。到了现场约会的时候，把你的预期全部一个一个实现，把你之前说的每一件事情把它实现。约会就是去做出来，能不能不聊直接撩？也可以，就是你一上来就直接跟他说这个，但是不聊是不现实，肯定是要聊的，知道吗？你一上来直接撩，一直撩，女生会没有安全感。你要考虑安全感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三个角啊，吸引、可得性、投入。可得性里面的安全感问题，你一直撩，你给女生的感觉是你这个人不正经，知道吗？一旦女生觉得你不正经的时候，她会认为你对所有的女生都是这样子，那她不会感情投入，你懂吗？因为女生她是找男朋友的，她不是找炮友的。你一上来开撩，对吧？一直撩，没一句正经的话，是吧？她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靠谱，那这个时候她就不敢出来见你，她不敢出来见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撩是见完面之后再撩。好，再说一遍，撩一定是见完面之后再撩的。见完面之后，你跟他认识了，你再撩，那么女生她会觉得比较正常。就你一开始你表达兴趣，表达喜欢，然后去问几个问题，问完之后跟他模糊邀约一下，有时间出来见一面。见完面之后，是吧？现场面对面聊天，眼神对眼神，聊完回去之后再聊，是吧？你就回去之后，你就可以当到这样对象。这个时候你的撩就理所当然，不会显得那么莫名其妙，是不是？见完面之后再聊嘛，不要那么急嘛，那么急干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是不是？很自来熟的妹子 hold 不住，自来熟的妹子，那你就说，你来撩我吧，我跟你撩。但是作为男人还是要主动。之前一个女孩约了一次，然后这个没感觉，是你没感觉还是她没感觉？她叫我去她家，我拒绝了。现在看她朋友圈，感觉挺喜欢的，怎么去跟她继续下去？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人好像，怎么继续下去？你要去表达喜欢啊，先去表达兴趣啊，然后去约她，是不是？一般几天确定关系。我跟你说，兄弟，不要太在意这种名义上的这种关系。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没有魅力的人，才想着非常快速的去和他人确定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想用这种表面的这个浮云的这种关系，这种非常脆弱的这种名义上的关系，来去捆绑彼此，是不是这样的？兄弟们想一下，是不是？想一下，是不是这样？越是没有魅力的人，越是这个想得到对方啊，越是关系不好的人，
才需要这种名义上的这种关系来去捆绑。你说你跟女生聊天聊得好好的，是吧？打情骂俏暧昧都没有问题，约会都愿意跟你出来约会，愿意跟你牵手拥抱接吻，你要这个名义上的关系干嘛呀？是不是？而且我刚才已经说了，明确的说了，女生在没有喜欢上你之前，她是不会接受你的表白的，因为你要跟她在一起，意味着她要选择你，失去其他选择。没有喜欢上你之前，一定会拒绝的。所以你说一般几天确定恋爱关系，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是吧？你告诉我说，哎，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这个女生，什么时候能够约这个女生，我可以说你2天就可以把她约出来，甚至1天就可以把她约出来，只要这个女生她有空，是吧？她不讨厌你，你表达兴趣之后，你让她有空的时候出来，对吧？聊聊天，认识一下，可以东西，女生肯定会出来。你出来之后吧，你就赞美她，夸奖她，然后跟她聊天嘛，聊完之后回去之后就开撩嘛，开撩啊，那女生就知道了你在追求她，是不是？然后你撩她，她愿意跟你撩，她还愿意出来跟你见面，那你就牵手拥抱接吻，然后一步到位，是不是？所以不断的推进关系，不断推进关系，是不是？2次约会、3次约会、4次约会、5次约会，你还搞不定他吗？怎么让女生对你产生好奇，越来越有兴趣的那种？其实我这样说啊，好奇呢，它有正向的好奇啊，也有不正向的好奇。你比如说，我对你这个工作，你比如说你的职业很特别，比如心理咨询师，对吧？我好奇，但这种好奇仅仅只是说我对这个职业好奇。如果我要对你这个人好奇，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知道吗？这种才会好奇。你让一个女生对你好奇的唯一理由就是你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她到底喜不喜欢我？啊，当一个人不愿意想她到底喜不喜欢我的时候，就会很好奇，对吧？所以说我们做的行为，对吧？你不能跪舔，你不能天天找她聊天，你撩完就跑。想到他你又来撩完又跑，然后想他约，对吧？约完之后又消失几天，你不要天天去聊嘛。那么女生就想，这个人他天天来撩我，又约我出去，平时又不找我聊天，他喜不喜欢我？是不是？而且前提条件是什么？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追求女生，前提条件是这个女生她给你机会让你追啊，兄弟。她如果不给你追，你这个人的所有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你是谁？兴趣都没有，你干什么他一点兴趣都没有，跟我没关系啊！我不想认识你，你做什么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喜不喜欢我，我也不在意，知道吗？所以这个看似是我们的撩妹嘛，其实是妹子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撩嘛，对吧？约出来之后没有然后了，这样的问题一般出在哪里？出在现场约会，出在你在跟女生现场，你整个人的形象、说话、表达。所有一切对女生的感觉，女生觉得你不是很优秀，你被筛选出局了，就这么简单啊！被筛选出局了。相亲的女孩吃过饭之后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没感觉，毕竟不熟，只是吃了顿饭啊。之后聊天回复也不太好，像这种情况啊，其实就有一点间接的拒绝了啊。一般情况我们说逻辑。在正常逻辑情况下，我们和一个人相亲，假设你这个人还不错的，这个人问你对他感觉怎么样，一定会说还好啊，挺好的，知道吗？他一定会说挺好的，知道吗？当然，这种女生也有，就是我跟你只是见一面嘛，是吧？我对你还不了解，对吧？而且我觉得你一般，所以我没什么感觉啊，这是最常见的回复。所以像这种女生，你可以去表达兴趣，你说我挺喜欢的，对吧？然后这个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再出来约会，你就这样去说，你看她的反应。她如果不愿意出来，或者说你表达兴趣之后，你表达喜欢之后，看看她愿意跟你聊天，愿意跟你聊天你就约她，不愿意跟你聊天了，那你就知道答案了，答案非常清楚，非常明了，是不是？公司3个经常在一起的女生追了一个，发现喜欢第2个，再追第2个。会给对方留下的好印象？当然会。你3个你都认识的，你追我，
兴趣，告诉女生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想干嘛，是吧？我们干嘛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约你，对吧？因为我觉得你很棒，我觉得你很不错，我很欣赏，我表达兴趣，挺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是吧？有时间出来认识一下，聊聊天，对吧？然后你接下来所有行为才会理所当然嘛，是不是？喜欢就是硬道理。本身条件就不太好，身高相貌之类的，这个能弥补吗？条件不太好，没什么钱没关系，身高相貌之类的这个如果你说条件也不是很好，身高也不好，相貌也不好，这个能弥补吗？能弥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自信你的幽默，然后你的情商，所以你的内在魅力只能用你的内在魅力去弥补然后你只能去筛选筛选出什么呢？愿意跟你聊天，愿意出来跟你约会的人，知道吗？就是说目标要筛选的，就是对我们说一下，我们都喜欢好看的人，身材好的漂亮的我们都喜欢，我们喜欢的都是优秀的人，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女生眼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就是有些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女生眼中是多少分，多大的价值，多大的吸引，不清楚的，所以你只能从最高的往下慢慢的去寻找自己的定位找到一个合适的匹配度。我们心中最好看的开始找嘛一点一点往下降直到有一些女生能接受你之后，你就知道我能吸引到什么样的女生，然后你对自己就有一个定位有点不甘心呢也很正常，因为我们人都希望自己被他人喜欢，我们人都喜欢被他人认可，人呢都喜欢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成功，对吧？拥有一切理想都是好的，但是现实呢咱们也要去认清楚，是吧？每个人出生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出生的长相不一样，身材不一样，身高不一样，对吧？性格也不一样。你说那些长得丑的女生她怎么办呢？她也要接受现实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自身有哪些东西还可以提高的，还可以改变的，我们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去改变他们，是吧？那长得丑了一点没关系，我们让自己穿得潮一点，穿得时尚一点，对吧？身材胖一点，我们减肥让自己身材好一点，是吧？然后呢，这个长相身材都提升到位了，我们提升内在嘛，只能这样子，对不对？能不能先建立舒适感之后再去建立吸引？我这样说相识即吸引。我跟你见了面，我跟你见了第一面，那一瞬间吸引就已经建立好了。吸引这个东西是什么？吸引这个东西就是我能够让你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比如说你在路上你看到一个美女，你为什么会看她？因为这个美女她身上有吸引你的特质，身材、颜值，吸引你注意力去看她，你想去认识她。吸引的作用仅只是让你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身上，让你想去了解我，让你想去认识我，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所以你所谓的舒适感其实不重要，舒适感不重要。你一开始你去告诉女生你表达的兴趣，你说我想认识你，对吧？你通过时间去建立你们的这种舒适感。舒适感是什么？舒适感就是我跟你聊天舒服没有觉得什么不适我不喜欢你，那么我就会产生不适感。你这个人不讨厌，我们之间你不让我讨厌，对吧？你没有让我感到不适，舒适感就已经建立好。舒适感很简单，舒适感就是我跟你在一起聊天是舒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就是说去表达兴趣，然后这个问几个基本的问题往后邀约你通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拉长他对你的认识，拉长你们认识的时间，是不是安全感也有了，舒适感也有了，见一面认识一下，确认一下眼神，现场聊一下，看看女生现场的反应怎么样，现场嘛赞美一下女生，夸奖一下女生，然后敲定下一次约会，对吧？回去之后你看还愿不愿意聊，
愿意跟你聊，说明什么？说明你现场给他的反应，你的印象给他是 OK 的。不愿意跟你聊了，那你也识趣一点，是吧？也被筛选出局了嘛。这个筛选是相互的，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被女生追，有可能这个女生你见了面之后，你觉得哎呀这个照片，对吧？照片这么好看，这个现场这个人见了还惨不忍睹，也有可能的。所以筛选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相互的。照片现在很多的，图片修得很好看，现场这个跟本人差距非常大，太多了这样。所以这个前期期望不要太高，见一面先看一下这个人真人怎么样，除非这个女生是你搭讪的人，但搭讪也是一样的。搭讪嘛，你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她也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就算你们还是不熟悉，你还是要去按流程去走，对吧？表达兴趣，然后出来正式的见面，正式的聊天，认识一下。只有你认识了之后，你再去撩，我告诉你们，撩的会非常的容易啊。他愿意跟你聊天，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很好聊。两个较熟的女生，有一个微信朋友圈屏蔽我，一个只能看3天朋友动态，根本没有什么含义。哎，我觉得这些东西不用去考虑，不用去在意，真的，不用去纠结这些东西。你找他聊天，他回不回你消息，是吧？你约他都说不出来啊，跟晚上吃太饱了吧，对吧？明白吗？和女生这个进房间了，妹子不给踢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其实说白了，它需要分析，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让女人知道你喜欢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时间的问题。你约会的次数，因为每个女生的开放度不一样，有些女生的开放度很高，有些女生的开放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说 AV 女的话，我们在酒吧里面，我们晚上就可以带走。那你说正常的女孩，你跟一次约会怎么可能带走呢？不可能的呀。所以这个你还是要看这个女生她的开放度怎么样。你讲课的时候感觉经常打嗝，对啊，胃不好，因为胃胀。胃这个最近一直在吃药，这个年底酒喝多了，因为常年喝酒了，胃肯定是多多少少有点毛病了吧。你说喝酒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对吧？那么冰的酒，对吧？一杯一杯喝，一瓶一瓶喝，吹一瓶吹下去，你说这个胃能好吗？胃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这个胃现在胃胀啊，吃东西都是很胀，吃东西确实会打嗝啊，打嗝呢就很难受，所以这个最近在吃胃药。可不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讲课的录音放出来，多看几遍？可以啊，已经录了。AV 女这个就是 AV 女故意这么搞，测试我们出现了这样一个怎么办？举世浮生，对吧？就是说你跟女生先进房间呢，妹子这个不愿意让你TD是吧？那这个就是等级段位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你需要强势一点，知道吗？你需要强势一点，在房间里面两个人睡在一起，你抱他他愿不愿意，是吧？你亲他愿不愿意？然后你去触摸他、抚摸他，他愿不愿意？如果都愿意的话，那最后一刻你强势一点就好了。如果你一开始你去触碰他，哎，走开，不要过来啊！一开始就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就遇到这个玩家了啊！比如说你在外面跟他牵手拥抱都没有问题，进了房间啊，你要去靠近他，立马保持距离啊，不要过来啊！这种情况呢，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说这个女生呢，她在测试你，确实在测试你，她就是这种女生，她很有经验，她知道你不敢乱来，吃定你不敢乱来，然后敢跟你进房间，是吧？然后就很强势的态度，你不要过来，你过来我就生气了，你过来我就走了，是吧？最多让你抱抱，让你亲一下，你下一步动作立马把你收起来。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拖时间拖到后半夜，是吧？拖到后半夜。第二呢，买酒，不要太理性，你要在房间里面是需要气氛的。还记得我之前教大家那个方法吗？你跟女孩子进到私密空间的时候，进到房间的时候，你
在开门的瞬间，你就进门之前你要和女生手拉着手，先把手拉好，不要松开，千万不要松开，你自己开门，输密码也好，刷卡也好，进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你这个手千万不能松，拉着女生进房间，顺手把门一关，是吧？这个时候你的手还牵着女孩的手，灯还没开，对吧？你牵着女孩的手，找一个可以靠的地方，往那一靠，顺势把她的手拉进你的怀里，抱着她，然后就可以直接亲她，对吧？一气呵成。你跟女生舌吻个5-6分钟之后，我再去开灯，再去开空调，再去看电视，然后你说随便找个地方坐吧，我去洗个澡，是吧？那个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你2个人进入房间开了门，然后2个人进房间，很理性的进房间，然后你坐吧，然后你坐床上，他坐沙发上，然后开灯，2个人你彼此有距离，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很猥琐的走到他旁边，坐在他旁边，然后他呢很警惕的看着你想干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经验的，还是要去懂得去搞气氛。喜欢一个熟悉的妹子，妹子对你无感可以撩吗？都无感了还撩个屁啊！我刚才说的话白听了，不给你机会撩，你撩不到的，没用的，知道吗？我们也是一样啊，你假设一个你不喜欢你的女生来撩你，能撩到你吗？一样撩不到的呀。我邀约女生，女生跟这个女生和女生说这个和男生出去玩，是不是暗示有男朋友？那你就直接问他嘛，你就问他有没有男朋友，一句话的事情，是吧？你问他有没有男朋友嘛，直接问。你连女生有没有男朋友你都不知道。和他聊，妹子回复这个，但是不主动问问题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什么呢？就是聊天的人多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先去表达一下兴趣啊，你按照我的方法，你跟女生表达一下你的好感、你的兴趣，然后再约她，不要跟她聊太多，知道吗？不要聊太多，妹子不太主动呢，你也不要跟她聊太多了，你就约她出来。先见一面，见一面的时候见面好好聊聊，是不是？老大的课很好，可以回答问题，当然了啊，大家有问题肯定要解决的嘛，是吧？约女生的时候，她想带朋友一起来，我想拒绝怎么说啊？你第几次约女生啊？是吧？你说，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约女生她会带闺蜜一起出来？因为你约女生出去玩，你的目的不太单纯，你知道吗？那女生一个人出来她怕，知道吗？她怕，你知道吗？你如果按照我说的，你说哎，这个我蛮欣赏你，我蛮喜欢你的，对吧？啊，挺想认识认识你，有时间咱们出来星巴克坐坐，是吧？喝点东西，聊聊天。你看这个时候她还会带妹子出来吗？他如果再带妹子出来，那他真的就是有脑子，他脑子进水了，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说哎，有时间我们出去玩，对吧？唱歌去，喝酒去，他不带闺蜜那不可能的呀，他肯定会带闺蜜的呀，是不是？你说我们出去喝酒去，他一个人出来跟你们一群男人喝酒，敢吗？你想象一下啊，女人跟男人的关系。你想象一下，你假设啊，你是一个男的，我们说中国人嘛，体型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小。你假设你去美国，你被关进一个美国的监狱里面，啊，你一进这个监狱，全都是1.9米、1.95米以上、2米的这个凶悍这个彪悍的这个男人，是吧？一个个这个笑眯眯的看着你，是吧？然后你一进去，立马有一个粗壮男人坐到你旁边，是吧？啊，又这个关心你，是吧？又去这个啊跟你凑近跟你聊天，手呢这个又时不时的碰一下你手臂，时不时碰一下你大腿，你什么感觉？是吧？然后再跟你说，哎，有时间我们这个啊去后院这个小亭子聊聊天呢，你敢去吗？啊，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就是女人的感觉，知道吗？女人在面对男人的时候，我们男人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国外1.95米的男人。你在面对你1.95米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
你完全没有安全感，你的力量跟对方的力量完全不一样。对方如果想抱你菊花，对吧？你怎么抵抗他？你怎么抵抗这个1.95米的男人想抱你的菊花？你只会菊花一紧，是不是？所以咱们理解一下女生好不好？理解一下女生。还有问题吗？这个妹子对她对象在新疆当兵，然后好久没有联系了，可以撩吗？可以撩啊，可以撩，对吧？因为别人毕竟异地嘛，是不是啊？你是他触手可得的，是吧？你是可以去及时满足他需求的人，你是可以带给他快乐，频繁带给他快乐的人。而那个呢，只能去意淫，只能去思念，只能思念，思念又见不到面啊，欲望得不到满足。你的欲望呢是可以得到满足，他的欲望，对吧？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像这种情况，你去表达兴趣啊，表达你喜欢他，然后去约他，是吧？推进关系，然后你告诉他，哎，我们在一起吧，跟你那个男朋友分了，是吧？啊，但这个话呢是什么呢？就亲密关系之后再说，啊，亲密了之后再说这样的话。这叫挖墙脚，叫挖墙脚。挖墙脚呢，说白了，你能挖到的墙角，都是趁人之危啊。也不能说趁人之危，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异地恋就有很大的风险，本身异地恋就很难去维护，异地恋本身就很难满足对方需求。你说异地恋的聊天怎么聊？我想你了，我也想你。然后第2天我想你了，我也想你。第3天我想你了，我想见你啊，我也想你，我也想见你。第4天我想你。第5天、第6天、第7天、第8天、100天、200天，见不到面，摸不到，想有个屁用啊！想又见不到，是吧？你再想念，你的欲望只能到最后啊，就是一开始的欲望到最后只能变成失落，所以这个是异地恋的问题，知道吗？但咱们同城不一样，我想你了，出来见面，是吧？想你了，出来见面，见面拥抱，身体和身体的亲密接触。关系才能够维护好嘛，对吧？第一次约会应该说些什么话题？其实第一次约会啊，说什么话题不重要，知道吗？不重要，聊什么都可以，知道吗？开玩笑，知道吗？你就正常聊天就行了，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想问什么就是问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知道吗？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正向的情绪，就是说你在去这个跟他聊天的同时呢，要开个玩笑，对吧？幽默一点就好了。和女生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这个和女生交流互动的时候容易尴尬怎么办？尴尬的问题啊，尴尬的问题是因为你觉得不自然，对吧？你觉得不自然才会尴尬，就是这个脸皮要厚一点。我们说，你尴尬的时候你就说这个好害羞啊，对吧？你说这个看到你我好紧张，紧张的我都说不出话来了。所以你表达你内心的恐惧啊，把你内心想说的话说出来，是吧？你什么情况下会尴尬？就是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然后呢，一直沉默，两个人没有话题聊，就是女生她也不开启话题，你呢突然想不到什么话题可以聊啊，然后两个人沉默，你呢觉得有点尴尬，是吧？那这个时候你表达欲望嘛，表达恐惧嘛，是吧？你说这个啊，跟你这么好看的人约会，对吧？好紧张啊，是吧？要不你开个话题聊聊呗，是不是？也可以啊，是不是？或者说你可以赞美他，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赞美他，你就夸奖他，你就越看你越好看，越看你越舒服，啊，越看你越入迷，对吧？你就不断赞美他，不断夸奖他，是吧？然后女生会说谢谢，他又不断说谢谢，然后趁这个时机嘛，你在想话题嘛，对吧？你在想问什么？其实没有话题的时候，你就想要去问什么，多问一些问题就好了，知道吗？或者你可以去问女生，你有没有想了解我的地方，是吧？很简单的嘛。春节和
说你和一个女生在一起异地，然后下周去她的城市找她，这样的情况就算是第2次见面了，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怎么好带领进酒店和我一起，让她不回宿舍？在一起了吗？已经在一起，确定这个恋爱关系了是吧？然后异地，下周去她的城市找她，这样的情况算见第2次面了。你这段时间呢，你就多去说你想她，然后见她呢，就是说见面的时候嘛，你开好房间嘛，是吧？然后这个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留她过夜，你知道吗？你首先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她跟她父母一起住嘛，还是她自己住？你可以提出要求，你可以表达你的欲望，你可以说，我挺想你留下来陪我过夜的，对吧？你看我大老远过来找你，我这么想你，对吧？我出来找你玩，对吧？见到你很开心，我想抱着你睡，我想这个跟你多待在一起，对吧？你晚上不要回去好吧？你陪我好不好？是不是？表达你的欲望嘛。假设他说，不行，我必须要回家，我爸妈在家的，他不允许我在外面这个过夜，对吧？不允许我在外面过夜，那就好了嘛。那你就说，那好吧，那你就今天这个陪我1个下午，或者陪我2个小时吧。那你就在房间抱着他，你就亲他摸他，你就该干嘛干嘛嘛。办完事之后，你就让他回去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干嘛说一定要过夜呢？还有最后几个问题啊，咱们最后几个问题问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内部课就结束了啊。看一下啊，同城这个交友群里面约了个妹子就说和我资料上的不一样，他跟他朋友聊天时看到的，然后呢，问女生，她说有男朋友了，是不是暗示拒绝我？对，是的。他说你和资料不一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比资料更好呢，还是比资料更差呢？4选1的游戏里面怎么暗示选中的？从4样里面选择2样，对吧？无论选择哪样，是吧？如果假设这个空调啊，手机里面写的是空调遥控，对吧？那就是说你写的是空调遥控嘛？那么这个在4个当中嘛，是吧？那假设他选的不是空调，他选其他2样，那你就把其他2样拿开就行了。他如果选的正好2样里面有空调，那你就说这2样是你选出来的，然后再把那2样再拿开，是吧？不就好了吗？你好像看一下我的视频就行了啊。这个视频也说的这个很清楚了。妹子不爱说话嘛，你就多说一点话嘛，你就多问问题嘛，好了吗？愿意聊的感觉很好，不给劲挪也约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不可能的。愿意跟你聊的感觉很好，约不出来，是吧？怎么会约不出来呢？约不出来说明什么？说明他在跟你打嘴炮，说明他这个有男朋友有喜欢的人，他是无聊跟你聊天，是吧？不可能约不出来的。然后不给劲挪，聊得很好，你表达兴趣了没有？你表达喜欢了没有？是吧？劲挪是需要合理的理由的为什么劲挪你？因为我喜欢你，是不是？那你不给我劲挪，是不是你对我没有感觉？是吧？没有感觉，那我下次不约你了，对不对？很简单的嘛。表达欲望和恐惧会不会被看不起？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么你表达恐惧，表达你的欲望是不会被看不起的。但如果你本身你很差劲，那么你不表达欲望，你不表达恐惧，你也会被别人看不起，是不是？你假设王思聪告诉你他很怕老鼠，他很怕女生不理他，你觉得他会被看不起吗？他这么有价值的人，是吧？马云告诉你他很怕黑，是吧？他很怕被别人骗，是吧？他内心其实很脆弱，是吧？你会看不起他吗？那我告诉你们我很怕什么，对吧？对吧？我很怕这个饿肚子，我很怕这个天下雨打雷，这个冰打到我头上，是吧？你们会看不起我吗？不会的呀。所以这个怕不怕的问题，这个欲望和恐惧的问题，它是取决于谁说出来的，知道吗？你喜欢的人，他在暴露他的欲望，他在暴露他的恐惧，你会因为他的欲望和恐惧看不起他吗？不会的呀。但假设你遇到这个人不是你喜欢的人，是吧？你根本就对他不感兴趣，那他说什么你都不感兴趣，是这个道理啊，是这个道理。
女朋友不让上，非得结婚才让上啊！我告诉你，这种女生啊，你说啊，你不让我上 ，OK， 那我不给你花1分钱，对吧？我结了婚之后再给你花钱，你就跟他谈呗，是吧？你可以跟他说，你说男女朋友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很正常的，你非要结婚之后才能发生性关系，你这样的想法我无法接受。我跟你谈恋爱，我有生理需求，我的生理需求你不给我解决，我去跟谁解决？你直接跟他说，你说我的生理需求你不给我解决，我找谁解决去？是吧？我去找小姐嘛，我找小姐可不可以？我找其他女人解决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对吧？那我找其他女人，你问她愿不愿意啊？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是我女朋友，我有生理需求，你不给我解决，我怎么办？我找谁解决？你就问他，是不是？如何判断自己在对方眼中的价值是多聊几个？其实说白了，你们好好看一下那个性欲指标嘛。主动、积极、热情，那肯定是你在他心中是有价值的。不主动不热情，回复是礼貌性回复，对吧？约也约不出来，这种就是你在眼中就是没有价值的，很简单的，好吧？这个问题不是回答过了吗？公司里面3个在一起的女生追了一个，发现喜欢第二个，再追第二个，第一个有男朋友，追第二个会不会给第二个不好印象？第一个有男朋友，追第二个没有关系啊。你说这个她有男朋友，那我肯定追不到，我肯定不能再追她了，是不是？心跳，如果他说那你去找，那你说 OK， 那我去找，对吧？我找到别人了，我跟别人在一起，那你拜拜，很简单的嘛。那我找到别人了，我跟别人在一起了，我需要你干嘛呀？我需要你干嘛呀？对不对？很简单的嘛。你说别的女生都能代替你去跟我做这么亲密的事情，而且你还让我去，那说明你一点都不喜欢我。原来你不跟我发生关系是因为你不喜欢我，你不喜欢我，你跟我在一起干嘛呀？你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好好的教训他一下，是不是？我跟你说啊，我的2级那可是比1级要厉害的多，牛逼的多，知道吗？因为我的这种知识，我的这种理论，那心理学它是达不到的。心理学他们研究的是什么？研究是理论呢，咱们可是实战派，对不对？能一样吗？能比吗？比不了的。你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让他去教你恋爱，你看看他会不会？这绝对不会啊，因为他们只是应付考试而已。他们考试很厉害，他们理论啊背得很熟，但是你让他去读懂人性，他不懂啊。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关注或什么，把自己模糊自己的双眼。要清楚自己。你现在表达能力给我的感觉比以前更快更狠，那肯定的嘛，对吧？人一直在提升的啊，人一直在提升的。以后适当多讲几节课程啊！我最近在录新的课程啊，然后呢会录很多新的课程，我把之前老的课程全部更新啊，然后最近会有很多的工作量，然后后期这个有新的课程会上线啊，你们就敬请期待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咱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啊，然后那个视频已经录好了，到时候你们看回放吧，可以吧？